第9段空荡的恐惧。深夜的便利商店本来就该是安静的，可那天的安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咬掉了一半，只剩下空洞粘稠的寂静。贴在墙上，挂在天花板，也停在阿杰的鼻息之间。走在货架之间，阿杰感觉空气比平常重，像是整家店被人用力压住，逼得他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灯光开始忽明忽暗，仿佛有人握住了开关，故意一下一下掐住那微弱的亮。而货架也不像刚刚那样整齐了，有些饮料瓶倒在地上，像被人用指尖轻轻弹过，袋装零食颠倒着歪在边缘，像在半空中被人松手，甚至还有一整排罐头无声地滚出来，躺在阿杰面前，好像刻意排在他脚下。阿杰没有说话，他不敢，因为他知道一旦他发出声音，店里的某个东西一定会听见。他只用最轻的步伐往前移动，肩膀不自觉地收紧。那种不安不是好像有人在看的错觉，而是眼角余光真真实实捕捉到些什么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确定货架最末端好像有个影子正在收缩，仿佛在呼吸。阿杰停下，还没鼓起勇气靠近，那个影子却突然像是感应到他的视线般，往后缩进更深处，像是被黑暗吞掉。整家店只剩灯泡嗡嗡的呻吟声。阿杰知道，他已经不是被盯住，而是被挑选了。那种感觉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正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，耐心的、慢慢的等着他往前一步。第10段最后的讯息。那天的夜班比往常更寂静，便利商店里的空气像被什么东西抽空了一样，沉得让人呼吸都有些吃力。阿杰站在收银机前，两手微微颤抖，不是因为冷气，他很确定冷气早就停了，是一种深埋在皮肤底下的寒意，从骨头里一路爬上来的。他盯着收银机，好像在等待某个无法避免的结果。收银台的显示荧幕静止暗淡，像一只闭上眼睛的动物，正在等待醒来的时刻。然后那声音响起了，不是机械的闭声，也不是纸张摩擦的声音，却像是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推动里头的齿轮，缓慢沉重，带着一种不太属于人间的节奏。收银口吐出一张纸，白色的收据在这原本死寂的空间里显得刺眼的不自然。阿杰没有立即伸手，他只是盯着它飘落，停住，像一封准备好只等他阅读的遗书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，伸出手指将那张收据拿起。纸张冰冷，甚至有点湿，像刚从某个潮湿的地方被人捏着送出来。阿杰低头，字出现了，不是印上去的，而是像从纸的底层往上浮，缓缓渗出。今晚你将成为下一个消失的人。阿杰的呼吸在喉头停住，那不是预言，那像是某种宣告，一种既定事实的通知。他想把收据丢掉，手却不听使唤，纸张像粘在他掌心，像是渴望被他看见，被他记住。店内灯光忽明忽暗，冷柜的玻璃反射出他的身影，却不太像他，线条模糊，边缘抖动，像玻璃里站着的是比他更早一步接受宣告的人。阿杰往后退了一步，背碰上货架，那一下让他确信这一切不只是幻觉。收据突然从他手中滑落，落地时没有声音，像掉进黑洞。阿杰弯下腰准备捡起来时，收据上的字影子似乎又变了，像有人正在纸的背后用指甲慢慢刻。而他知道，不管刻的是什么，那个讯息只会给他一个人看。这一夜，便利商店外的夜风没有吹进来，街灯没有照进来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那张还在蠢蠢欲动的收据。他终于明白，这不是威胁，是倒数。
第11段决定对峙。夜已深到，连时钟都不愿再走动，便利商店外的街道静得像被人抽空了所有声音，只剩下招牌的微光悄无声息地闪烁着。阿杰站在收银台后，一动不动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钉死在地板上。那张收据，那张最后的收据，被他紧紧握在手里，纸边被捏得微微变形，却仍然颤抖着。他知道自己不该再看他，但视线仍被那几个字牢牢吸住。今晚，你将成为下一个消失的人。这句话像是刻在他脑子里，每呼吸一次就更深一层。他感觉到指尖冰冷，而那不是冷气造成的寒意。阿杰缓缓吸气，胸腔像被石头压住，呼吸既沉又窄。他不是勇敢，只是明白逃不掉了。无论是锁起大门，关掉灯光，躲在后面休息室，都没有用。从第一张收据出现的那一刻起，他就被卷进来了。无论那个东西是什么，他早就盯着他了。好，他在心里低声说，语气不是果断，而是疲倦到极点后的一种冷静。他把收据展开，像是用这张薄薄的纸隔开自己和恐惧之间最后一道距离。然后他把它放在收银机旁边，让灯光照亮那行威胁般的字句。午夜只剩下不到10分钟，店里安静的像密封的箱子，只能听见他自己的呼吸在空气中一层层回荡。阿杰慢慢抬起视线，望向店里的深处，那排货架之后，那片黑漆漆光线照不到的角落，他感觉到那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凝视他。那种被盯住的感觉已经持续多晚了，但今晚特别明显。他站直身子，背脊僵硬，像是被绷紧的线牵住。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出选择，他不跑，也不求救，他要亲眼看看午夜0点会发生什么。因为只要他离开这里，外面的一切，甚至他自己，可能会像那些调出不来的监视器画面一样被抹去。阿杰深吸一口气，像是把最后一份勇气吸进胸口。他把双手放在收银台上，指尖微微用力，直到泛白。他的影子在地板上拉长，被凌乱的电灯切割成碎片，却依旧扎实地贴着他。时间一秒一秒划过去，他能感觉到黑暗在推进，像潮水。午夜0点就快到了，而阿杰站在原地等着他来。第12段空无一人。那一刻之后，便利商店陷入了一种不属于这世界的寂静，像是有人把整个空间从时间里抽离出来，留下的只有一层薄冷的空壳。凌晨0点过后，我再也看不见阿杰了。不论是监视器、门口的玻璃，甚至整家店的每一面反光表面，它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，被整齐地擦掉了。但地板上那张写着再见的收据还静静躺着，旁边是他白天换下来的制服外套和那个印住阿杰名字的名牌。衣料环留着他体温未散的微弱余热，却没有任何人会再穿上它。整家店保持着无人打扰的秩序，货架整齐，饮料柜滴滴轰鸣，收银机的荧幕微弱发光，但每一处都空得过头，空到像是随时会有什么东西从缝隙里钻出来，取代离开的人位置。我没有听到门铃声，也没有看见谁离开。阿杰并不是走了，他只是从这间便利商店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轻轻地抹去，像是被谁在深夜的账册上画上一条线，把名字划掉，然后翻页，不再提起。店里逐渐恢复正常，灯光稳定，冷气运作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只有最里面那台收银机偶尔会震动一下，吐出一条白色的热感纸袋。那些字迹都很短，却每一次都像在轻声提醒下一个人会是谁。